2022年11月6日，瑞士一名25岁的电工不慎掉入温度高达720度的液态铝熔炉中，但是顽强自救，奇迹般的活下来了，被众多媒体惊呼为奇迹般不可能的生还。这个人在熔炉里经历了什么？他又是如何自救的呢？难道人体在720度的高温下都没事吗？这里是知识天地。2022年11月6日夜间，瑞士一名25岁的电工在对金属加工车间进行日常检修时，不慎滑落到下方的液态铝熔炉中，而此时的熔炉正在工作，内部温度高达720度。好在他当机立断，迅速克服恐慌，紧紧攀住熔炉边沿部分，用力地拔出陷在液态铝当中的双腿，然后自己撑出熔炉，短短几十秒内完成自救，成功脱险。一旁的同事立马叫了救护车，并对他进行了急救，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。事后，专家分析，这名电工掉下去后没有立马被融化的原因，是因为事故熔炉中的液态铝密度大约是每立方厘米2.7克，而人体的密度和水的密度相似，大约是每立方厘米1.02克，因此人可以漂浮在液态铝的表面。可惜双腿因为重力加速度的影响而没入其中，导致双腿膝盖以下严重烧伤。还好，不幸中的万幸，这名电工是垂直坠落，只有双腿陷入高温熔炉之中，身体保持住了平衡。如果这名工人头朝下或者平躺着跌入其中，那恐怕当场就尸骨无存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国内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惨剧。2015年8月16日，湖北省大冶市河口镇的一家炼钢厂发生事故。53岁的黄师傅由于手套上的毛料勾在了原料上，受到惯性作用，被带进了1700多度的高炉中，头部先坠入炉子里，短短10几秒时间，黄师傅就淹没在钢水里，尸体残渣都找不到。另外要提的是，瑞士这名工人的神经系统也很另类，这也成为其能自救的关键。人体是有应激保护机制的，当遭遇巨大危险和组织损坏时，大脑会被强制关机，形成瞬间休克，避免强烈的疼痛对大脑的刺激损伤。720度的液态铝可以迅速摧毁人体的皮肤，燃烧肌肉组织，是足够达到瞬间休克的程度。但是这名遇险的瑞士工人天赋异禀，即使双腿没入液态铝当中，也没有被自然应激反应影响太多，身体平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始终保持意识清醒。他的心理素质也挺强，瞬间能克服恐惧，抓住时机，调整身体，攀上熔炉边沿，并在随后凭借求生欲将双腿拔出液态铝。当然，他成功活下来，也离不开事后及时的医疗救助。救护人员抵达后，情况紧急，甚至联系出动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。瑞士工人掉进720度的熔炉里，大难不死，难道人体最高能承受的温度比这还高？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人体温度和人体环境温度不是一个概念。人类属于恒温动物，体温大约是37度，一般不能超过40度。如果超过42度，器官会发生衰竭，情况严重的会死亡。人体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极限记录是46.5度。在1980年，52岁的威利琼斯因为中暑住进医院，当时他的体温达到了最高纪录为46.5度，经过24天之后才完全退热。人体环境温度是指人体所处的环境温度，这个就可以达到很高，上百摄氏度也是可能的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消防员，火场的瞬间温度相当高，消防队员冲进去之后仍然能坚持短期工作，但是800度的高温，这绝对不是人能适应的。即使是专业的消防员，如果没有穿上特殊的制服，那也无法生存。科学家曾做过实验，在干燥的空气环境中，人体在71度中能够坚持整整1个小时，在93度时能坚持33分钟，在104度时则只能坚持26分钟。实验还发现，人在水中的耐高温能力明显低于干燥空气中耐热的能力。
因为空气十分干燥时，人体会做出应激自保，表层血管扩张，使热量集中在皮肤表层，通过汗液排出体外。此时，人体表面的散热能力将提高20倍，但前提必须是干燥的空气下，如果是潮湿环境则不行。此时的人体无法通过排汗蒸发辅助散热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洗桑拿时环境干燥，人可以承受90度的高温，而在潮湿的土耳其蒸汽浴室里只能是50度。人体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，那么人能够忍受的最高温度是多少？科学家认为，湿球温度35度是人体能够忍受的最高温度。所谓湿球温度，是指将影响测量结果的热量和湿度都考虑在内，是通过用被浸过水的布覆盖的温度计测量出的外界温度。实验发现，如果温度或者湿度高时，那么湿球温度对人体影响有限，这个与上述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。而当湿度和温度都很高时，湿球温度就可能危害人体健康。人们无法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生存，此时人体处在超热状态，出现脉搏加快、出汗减少、头晕和昏迷等症状，人体已经无法再调节体内温度。人体最健康的环境温度是22.8度，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，尤其是低温对死亡风险的影响更大。夏日炎炎，家中最好要备下温度计，控制好室内温度，将室温维持在18度以上25度以下。室内外温差过大，会让人们在进出时更容易患伤风感冒。室内温度也不宜过高，过高会导致血管突然扩张，可能引发低血压。当然，几百度的高温熔炉是不常见的，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还是烧伤。皮肤烧伤就很常见，烧伤之后，人们通常会直接在患处涂抹黄油、牙膏，或者是敷上土豆皮来缓解烧伤。但是这种方法会加大伤口感染的风险，是不可取的。一旦发生烧伤，要进行正确的护理，避免出现后遗症。烧伤后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。晒伤时皮肤红肿发烫，但不起水泡，无需前往医院就诊。出现脱皮现象，水泡底部呈粉色，痊愈后不会形成瘢痕，属于轻度烧伤。水泡呈白色无痛觉，则需尽快就医，这是深度烧伤。烧伤后应及时接种破伤风疫苗，避免伤口感染。为避免重度烧伤形成的疤痕影响美观，应严格控制饮食，不利于伤口恢复的食物不要碰。烧伤后的恢复阶段，皮肤会有一些渗液形成结痂，皮肤在结痂之前的一段时间很容易被细菌感染而发生溃烂、化脓等，这段时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消毒和换药。人体确实很脆弱，但是生命的顽强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日常生活工作中精力不集中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，就容易发生意外。加强安全意识，注意安全防范，这是我们保护自己、珍爱生命的唯一法则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